关于字形结构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支影片。在这个影片里，我主要介绍的是笔画比较多的、字形比较复杂的字。在这张讲义里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影片，我将为大家介绍雨部的字、火部的字、品字的结构，或者是鸟部的字跟马部的字。这些字形的结构其实也不外乎上下结构、左右结构。它们共同的特性就是笔画比较多。笔画比较多的字，我们在书写的时候，最要注意的就是注意笔画不要粘连在一起。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一一的来演示这些字要怎么写吧。我们先来看一下雨部的字。如果雨这个字单独来看，里面的4个点呢，我会把它们分开写。它的写法是像这样子的。最后这一笔也可以稍微弯一点哦，写给大家看。做一点小小的变化。这边有5个例字，里面都是有包含雨这个部首的字。一般来说，这种字形呢，它都是上下结构。也就是因为它是上下结构，所以呢，它就会必须要把雨这个部首要把它压扁。因为要压扁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的笔画做一点点的简化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个雨这个部分，我把4个点画成了2个小的短的竖，就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了。但最后这个字形还是可以辨认出来的啦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小的，不影响大局的变化。接下来我们就实际看看这些字要怎么写啊。第一个字是雪，因为它是上下结构哈，所以我们这个雨要压扁到大概到一半的位置。好，那这边4个点我会变成2个短的竖，哦，可是会稍微有一点点突出去哈，是它比较可爱的地方，有一点像眼睛。你也许也已经注意到了哈，我写野蒙字都会有一点点歪斜哈，主要是歪向右下，这个主要是用笔的习惯。第2个字是云，因为这种笔画比较多的上下结构的字，我们可能在正常一般来讲，我们希望规划的2格里面，我们是写不下去的，哈，会突出去，所以这个不要担心，是 OK 的。我们底下这一个笔画可以有一些变化哦。这个字是文，应该有一些女生的名字里面有这个字啊，我们来写写看。请注意，我先写的是这一横，再来补中间的这一个点。
写这个字的时候，让我联想到一个字形很像的“要不要”的“要”，上面它是一个 C， 下面是一个女。这个字是雷。写了"雷"这个字，当然会想到电，对吧？来写一个给大家看看哈。因为我们中间这个笔画要拉出来哈，所以我会把这一个底下的田这个部分写宽一点。最后一起来写写看地震的震字。这个部分我们要来介绍4个点的火部。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例字哈。一般来讲，我在写这一个部首的时候，我有2种主要的写法。第一个就像热底下的这4个点，另外一种是烈底下的这种写法。那这个写法呢，这个爱心也可以单纯的只画一个圆点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接下来就来演示给大家看看。首先是这一个热字，接下来的我要是写这一种写法，这种写法因为它像是4个不同的顿点哦，它会比较宽，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要稍微往左边一点点哈，开始写1、2、3、4，最后勾上来，这样子。
这一个部分是品字结构的字，这种类型都是有同样的字3个组合在一起，所以它会叠成一个三角形的形状。它的字形结构重点就是上面要写的扁宽，下面的就比较小一些。接下来我就来为大家演示看看这几个品字结构的字要怎么写。首先我们来看金这个字，金这个字呢，它跟品字其实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中间多了一横哦，所以我们就不写品字了，直接写金。大家可以看到我最上面的这个日我是写的横扁的，然后下面呢这个日它就是一个比较瘦长的，最右边再来一个小的日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的简单构造就是上面扁宽，下面长瘦，第3个就又瘦又小。OK， 3个犬所组合成的这一个字，它念标。同样的，第一个字比较宽扁，第2个犬就可以拉长，第3个就写小一些。第3个字是森林的森，这个字是烟波浩渺的渺。最后一个字磊，光明磊落的磊。
字形结构最后的一部分，我要来讲一下鸟跟马这两个字。这两个字我感觉是比较难写的，因为很难把它们转化成很可爱的野蒙字。所以我写了野蒙字这么多年以来，这两个字一直变来变去。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两个造型，是我最近觉得比较好看的一种写法。那接下来我先为大家做一下鸟跟马怎么写。画面中可以看到是我们正常书写鸟这个字。我在研究野蒙字的时候，我就故意的把它拆成两半，就是从这里开始，把它分成上面的一个白跟下面的这一个部分。好，所以它的写法呢，就是会先写上面的白，然后再写下面的这个有点像雨，是这样子的结构。所以用柔慧笔来写这一个鸟字的时候，我会是这样子的表现：先把这个白写出来，它这一个上面这一撇哈，它就很像是鸟头上面的羽毛。接下来要先写这个这里，那记得要稍微往右下斜上来，把这个4个笔画。最后因为会空间很小，所以就写成一个点。中间在这边有一个笔画，对吧？中间在这边往上拉上来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字很像象形字，写起来有点有趣。马这个字，它的下半部这个部分，它跟鸟是一样的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在书写的时候，其实呢，也是先把这个上面先把它完成，这是上半部，所以下半部是这样子的结构啊，一上一下。用柔慧笔来书写呢，我会先写3笔横，哦，让它们平行，然后再一个竖，然后呢是一个竖横折钩，弯上来。底下的这个4个点就跟鸟一样咯，1、2、3、4。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鸟跟马这2个字的基本造型之后，其实各种各样的这种部首的字都可以写得出来。在画面中我们看到的讲义啊，像这个就是鸽子的鸽，它就是左右结构；乌鸦的鸦，左右结构；凤凰的凤，这个是半包围结构啊；鸣叫的鸣，左右结构；驾就是上下结构；驶左右结构，驰左右结构，逢左右结构，还有骆驼的骆，它也是左右结构。既然知道它们的结构，那我们就开始来看一下这些字是怎么写的。因为都是同样的技巧，我就不多做解说，请仔细观看我的书写方式。
以上就是我们字形结构的第4个影片。建议大家在学习眼蒙字的时候，要多多利用 YouTube 影片，它可以暂停，也可以慢速播放的功能，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的练习。只要你多练习，一定能够找到你最喜欢的眼蒙字字形。